知道吗？我们餐桌上那块白白嫩嫩的豆腐已经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了。但对我们家来说，豆腐从来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，它是饭桌上天天出现的角色。我爸爸最爱吃豆腐，从小到大，红烧的、麻婆的、什么臊子豆腐、虾仁豆腐、家常豆腐、皮蛋豆腐，样样都吃过。对我来说，豆腐就是家的味道，是日常里最平凡却最深刻的存在我心里。豆腐的诞生据说可以追溯到西元前164年的汉朝，相传是淮南王刘安在炼丹时无意中发现盐卤能让豆浆凝固，从此这块白色的小方块便诞生了。随着佛教东传，豆腐也走进寺院，成了寺院里的素食主食，不仅能饱腹，更代表着清净与慈悲。在经由文化与贸易的流动，豆腐从中国走向日本、韩国、越南，每个地方都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豆腐风味与料理方式。甚至连美国开国元勋 Benjamin Franklin 都在1770年写信提到他见过来自中国的豆腐。今天，豆腐成了全球健康饮食的宠儿，从传统的豆腐脑、臭豆腐到西方的植物蛋白与甜品，它早已走进世界每一个角落。但对我来说，最特别的是那块臭豆腐。小时候有一次，阿姨说要请我吃东西，我以为要吃什么豪华大餐，结果她笑着说：“走，吃臭豆腐去。”我一脸疑惑，为什么不是香的，要吃臭的？但没想到咬下第一口后，我就再也忘不了那味道。还记得留学的时候 ，host family 邀请我去他家吃饭，餐桌上他们热情地让我品尝了 blue cheese， 那浓郁而独特的气味，让我这个初次接触的亚洲人一脸茫然。host 爸妈看着我困惑的表情，笑着问我说：“那你最想让我们尝尝你家乡的味道是什么？”这个问题一直留在我的心里，直到有一次我在 Dallas、Texas 解了馋，特别带回了一盒没有炸过的臭豆腐，带到他家去。当我开始油炸时，整个厨房顿时烟雾弥漫，臭气冲天。host 爸一边咳嗽一边笑着说：“这东西也太猛了吧！”我差点把锅都丢了。我闻言也笑了，然后指着锅里滋滋作响的臭豆腐，对他说：“ host 爸，这就是我们台湾的 blue cheese。”你知道吗？臭豆腐不是坏掉的豆腐，它其实是一场味蕾的微生物实验。它被浸泡在一缸神秘的卤水中，那里头汇聚了腐乳汁、蔬菜水、盐，甚至还有精心培养的天然菌种。这些菌群宛如天生的艺术家，在豆腐的肌理里作画。它们分解着蛋白质，释放出多样的酵素，并巧妙地产生氨气、吲哚、硫化氢等等等等。尽管这些名字听起来像是化学实验室里的专有名词，但只要在精准的控制下，这些气味分子就能升华为一瓶独特的香水，拥有迷人的前味、中味和后味。那是一种臭的有层次、臭的很迷人的独特芬芳。那为什么有人闻到臭豆腐会皱眉头，有人却垂涎3尺呢？答案其实藏在我们的大脑里。气味的判断来自我们的文化与记忆，
熟悉的气味就会被标记为好吃。臭豆腐是时间、菌种、文化与记忆的味道，而炸就是点睛之笔，高温让外皮酥脆，也挥发掉过强的气味，留下的是香中带臭，臭中有甜的魔幻滋味。发酵本来就是一种文化语言，中国的臭豆腐，日本的纳豆，欧洲的 blue cheese， 每一种臭都是一种深味的记忆传承。现在每次回台湾，我一定要报道的2个地方，一个是苏杭或点水楼的清蒸臭豆腐，细腻温润。如果你真敢挑战臭豆腐，不妨去试试代记独臭之家的臭豆腐，那味道越臭越香，越香越想念。今天我不是来告诉你们怎么炸臭豆腐，我也不会，而是想和你们分享，其实臭豆腐是一场味蕾与微生物的合作实验，它靠着时间、菌种与火候，慢慢雕琢出一种臭的刚刚好的风味艺术。但对我来说，一块豆腐不只是科学与记忆，更是一段家的记忆，柔软却有韧性，平凡却让人难忘。它不只是我们餐桌上的食物，而是我与家人与故乡之间那种跨越时空的味道连接。那你呢？你上一次吃到豆腐是什么味道？也许那正是另一段故事的开始。谢谢你陪我又走过这一段臭豆腐之旅，我们下次见。